男人被逼到墙角，大喊：“杀了我吧！”一旁的女兽人首领却笑着说：“放心吧，我怎么会杀你呢？你这一辈子都要成为我们的奴隶。你们说对吧？那还用说，女人全部杀掉，男人活捉，这就是兽人的生存之道啊！要说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那是因为这里是贞操逆转的世界，这个世界男女的价值观和前世完全颠倒。男人要美丽又贞洁，女人要强大又勇敢，进入家庭侍奉女人才是男人的幸福。”而英勇善战方显女人的价值，这种价值观深受智人和亚人两个种族的力量关系的影响。智人分为女性和男性，是对应地球人的种族，但和地球人不同，女性的体力和体格都比男性优秀。亚人则是只有女性的种族，他们在体力和魔力上都比智人更为优秀。可对只有女性的亚人而言，繁衍后代必须依赖资源男性，而本就比亚人人口稀少的资源，其中男性的数量更是少之又少。正因这份数量和力量的差距，支援男性常被轻视，沦为掠夺的对象，因此形成了女性至上的社会。我因带着记忆转身，至今仍不习惯这种价值观。女性对男性的骚扰总是被含糊带过，但男性要是主动一点，就会被当成变态之徒。这个世界的女性特别积极，男性被骚扰都会脸红逃跑。对拥有前世记忆的我来说，其实心里挺高兴的，但在这个世界里，要是把这种情绪表露出来，流言蜚语就会瞬间传开，等待着我的将是社会性死亡。这个世界对我而言，是天堂也是地狱。喂，赶紧给我脱掉！我的脾气可急得很。还有，把你腰间那玩意也拔下来。面对女兽人的胁迫，男人心想：可恶，援军还没到吗？这时，一旁被绑住的叫索尼娅的女性龙人大喊：“你敢碰二大人一根手指试试看，看我不把你们全宰了！”见手脚都被绑住的索尼娅还敢这么嚣张，女兽人首领当即给她绑成龟甲妇，还故意嘲笑她是蜥蜴。对此，索尼娅刚想要反击，可阿尔却喊了她的名字，并摇头示意她忍住。这让索尼娅想起来了，现在在执行任务，必须要忍耐才行。接着，在女兽人首领的催促下，阿尔脱掉了所有的衣服。看到这一幕，不止周围的女兽人，连索菲亚都大饱眼福。而此时的阿尔心想，照这样下去，我最终也会被迫做出分手比耶的表情吗？但抛开表情不谈，我对过程倒是挺有兴趣的。这时女兽人首领终于忍不住了，只见她一脸愉悦的表情，我会好好疼你的，做好觉悟吧。就在索尼娅心想啊，大人真可怜时，躲起来的队友向她发出信号，她当即大喊就是现在。下一秒，一群穿着铠甲的女骑士从天而降，把女兽人们围了起来。索尼娅在接过部下扔来的剑后，怀着竟然敢对阿尔大人出手的心情，开始大杀四方。女兽人首领见势不妙，想要趁乱逃走，却被两个女骑士挡住了。看来我们的队长承蒙您关照了，得好好感谢您才行。女兽人当年吓哭了。解决完所有女兽人后，索尼娅上前将阿尔拥入怀抱。阿尔大人，幸好您平安无事，请您不要太过乱来了。对于索尼娅的举动，其他女骑士很是不满。索尼娅大人，这是骚扰，我也想对阿尔大人那样做。眼见引起了众怒，索尼娅当即轻咳一声，表示将大雷压过来的行为确实不妥当。她边说边向阿尔鞠躬道歉。对此，阿尔表示没关系，我明白的。这时，一旁的两个女生先后说道：“队长居然亲自当诱饵，吓了我一跳。不愧是我们的阿尔大人，加雷亚王国唯一的男性骑士。加雷亚王国是由龙人族统治的国家，这个世界的格局是各个贵族管理着自己的领地，再由王国统一管辖。王都近郊的治安还算不错，但只要远离王都，就会像这次一样，让人在当地肆意妄为。这次我们这支20余人的小队对上了超过100人的半兽人士兵，幸好这次的地形适合诱敌作战和奇袭，可这种乱来的镇压命令，明显能感觉到某种意图呢。我果然还是被上面讨厌了吧？但没办法啊，男人守护家庭是理所当然的价值观，像我这样单蛮骑士的异类，想来就是个暗影的存在。说起来，如果是转身题材的话，阿尔大人这种处境，主角不是该解锁幸运情节吗？但阿尔转念一想，绝对不行啊！在一众女人用异样的眼神盯着我的时候，只有索尼娅不分性别和种族一直守护着我。对这样的她，我竟然有不好的想法，实在是太失礼了。而且索尼娅也绝对不会做那种事的。可阿尔不知道，他认为的那个正直的索尼娅，此时正看着他的背影，一脸嗤笑。啊，大人，您今天也是如此美丽，我要将您的身影牢牢刻在脑细胞里。虽说我主动揽下了监视的责任，但我也是女人，多少有些非分之想。不过我和世上其他的女人不同，
我绝不会将我自私的欲望强加在阿尔大人身上，我要成为阿尔大人值得信赖的女人。不过话虽如此，阿尔大人迟早是要娶我的，现在看未来丈夫的身体和将来看并无区别，这是理所当然的权利。索尼娅，帮我拿条毛巾啊，来了。随着讨伐兽人的行动落下帷幕，我们在宿舍内全回到了加雷亚王国。此时王城内，阿尔听着周围传来的坏话，心想虽然已经习惯了，可今天他们又变本加厉了。这时女王陛下驾到了，阿尔贝尔布朗丹，你此番功绩卓著，听说罗萨斯市周边的兽人已被尽数驱逐，仅凭微薄的兵力便能建功立业，实在令人钦佩。此番立下的功绩姑且不论，你的卓越才干和赤诚忠心也是远超常人。你刚受此厚赏，我有意将你册封为女爵，再任命你为开拓区的代官，你意下如何？听到要赐自己女爵，阿尔心想，现在的我只是个普通的法袍骑士，立场微妙，不敢摆出贵族的架子。相对的女爵可是货真价实的贵族，贵分爵位从母亲那代起就是夙愿，这份分赏我真是感激不尽。阿尔正想谢恩，却听到一旁的安娜公爵说：“陛下，请稍等。”竟然要为一介男子册封爵位，这可是前所未闻啊！此事恕我难以认同。他话音刚落，一道反对的声音就立刻响起。可是布朗丹确实立下了功绩，如果不论功行赏，我国的威信便会荡然无存。加雷亚王国岂能寒了贤人骑士的心？这般愚蠢的行径会被神圣帝国那帮将我嘲笑的。新到来人阿尔心想，得救了，我最大的支持者艾德莱德公爵，在以龙人为中心的加雷亚王国，他一介平民出身，却能一路官拜宰相，堪称是玩弄权术的天才。如果没有他这座靠山，像我这样出身平凡的男性法袍骑士，早就被权力给压垮了。反对我的安娜公爵是保守派的领袖，艾德莱德公爵则是革新派的领袖，二者素来是水火不相容的死对头。这时安娜公爵再次出声，将男性骑士奉若神明，那才是天大的耻辱吧！男人应当掌我的工具是红衣针与乐器，而非刀剑长枪。闻言，艾德立马笑着还击，愚者的嘲笑何必在意，根本犯不着放在心上。先两人针锋相对，女王赶紧出声制止，别再说了。事实上，布朗丹卿确实立下了功绩，无论男女都必须贯彻赏罚分明，否则贵族的统治将会混乱。朕绝不推翻这项决议。赏罚分明，安娜公爵似乎想到了什么，只见她一脸坏笑，随即开口道：“陛下，您知道里斯本这个地区吗？”女王表示知道，那是快开垦30年却依旧荒芜的土地，历任代官在那里全都无功而返，简直就是拓荒者的坟墓。您说的对，臣恳请陛下将里斯本划为布朗丹卿的辖地。听对方把偷欢者的坟墓给自己，阿尔心想，我似乎比想象中更遭女尊男卑派的讨厌啊。对此艾德则急忙表示，这哪里是封赏，分明是流放。陛下恳请重新考虑，要贯彻赏罚分明，对立功者进行封赏，必须赐予相应的土地。说这话的正是陛下本人，艾德莱德公爵。你是要违抗陛下的决定吗？听安娜伯爵说到这份上，艾德也无话可说了。女王当即表示，论功行赏到此结束。对此阿尔心想，真是倒霉，授予爵位固然是好，可没想到竟然被贬到了那种边境，我必须调整好心态才行。阿尔君，艾德突然从身后抱住阿尔，并亲了他一口。阿尔当即害羞地哇了一声，维恩德当即鼓着嘴不满地表示，哇什么的，我明明是来安慰因为被贬谪而难过的你，这也太过分了吧。艾德莱德公爵，他是加雷亚王国第一商会的会长，为了谋求家族更加繁荣而涉足政界，短短几年就爬上宰相之位的英杰。见阿尔没有反应，艾德直接捏着他的屁股喊他的名字，阿尔君。这时阿尔才害羞地说道，宰相阁下，请饶了我吧，我不是说了吗？你直接叫我艾德就好了。阿尔心想，这当然是骚扰，可是被这样的美女骚扰，我岂止是开心，根本是兴奋到不行啊！这个人应该可以攻略了吧？想到这里，阿尔当即害羞地说道，艾德，大家都在看着呢，请饶了我吧。见阿尔这娇滴滴的模样，艾德一婉昵地表示，你还是这么一本正经呢，今天就先放过你吧，不过还是要跟我来，我有话要说。艾尔看着艾德的背影，心想，我和他的关系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为了筹备行军时的物资，置办手下的装备，我从他那借了一大笔钱。虽然很感谢他提供资金，可我实在不愿意去细想这笔债的数额。他本就是个商人，按理说应该很精打细算，
但他为什么能若无其事地持续借给我无法偿还的金额？对方的目的不明，让人感到害怕。这时艾德向阿尔表示抱歉，他没想到公爵这个地位的人竟然会插手区一个代官的人事任命，这的确是一手出乎意料的棋。安娜公爵那家伙看来是打心底厌恶男性歧视啊，亡命不可违。有的里斯本派遣已成定局。事已至此，阿尔好奇地问艾德，那个叫里斯本的地方究竟是怎样的一片土地呢？那地方可不是怎么好地界，它位于加雷亚王国最南端的开拓地，从湾都步行需要1个月，地形上为半岛，面朝大南洋。30年前，为了与南大陆进行贸易，我们决定建立一个港口城市作为据点，移民活动也随之展开。不过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顺利，我们的开拓团连海岸都没到，在内陆建起一座小城时，就遭到了袭击。里斯本有原住民居住，他们是住在城里的长生种。听到有长生种，艾疑惑地问：“是精灵吗？”埃德表示：“你很清楚吗？”得到确认，阿尔心想，在前世故事里经常登场的经典种族呢？既然转身了，真想见上一面。贤淑高贵的美女精灵，贤淑高贵？阿尔，你在说什么啊？这可是天大的误会，精灵才不是那么有教养的家伙。他们可是有着狩猎习俗的蛮族。闻言，阿尔一脸问号。转生到男女颠倒的世界，成为唯一男性骑士的我，不断遭到轻浮女的纠缠。精灵狩猎首级，这是什么意思？还能是什么意思？精灵就是这种家伙啊！他们袭击村落，掠夺男人和粮食。里斯本的前3代官员全都死在他们手上，在路上被斩首示众。听到里斯本是这种地方，阿尔一脸生无可恋。我就知道会出事，但没想到会是这样。安娜公爵到底把我丢到了什么鬼地方啊？但我的任务是治理里斯本，而不是歼灭精灵。如果只是防御敌人的攻击，应该还是有办法的。但仅凭现在的武器装备，防卫力量不足。那么，虽然害怕欠他更多人情，想到这里，阿尔立即向艾德开口：“那个实在抱歉，仅凭目前手中的牌，确实存在诸多严峻之处，希望能得到艾德的协助。”听到埃尔的请求，艾德立马拿出一张支票：“我也是这么打算的，毕竟我们就像家人一样。”说着，艾德走到阿尔的身后，亲密地抱住了他。呵呵，我会尽可能提供资源的。首先把这个拿去，这是就任代官的准备金。另外还有能辅佐行政事务的人才，我会从这边安排过去。毕竟你不太擅长这类工作呢，你就当是乘上了大船，尽管放心交给我吧。你的身后有我艾德莱德在。虽然阿尔很感谢艾德，可见他这副模样，还是忍不住在内心吐槽：明明是个美人，却活脱脱是个爱骚扰的大妈做派，真是糟蹋了。等阿尔走后，艾德愤怒地砸向桌子，那个老东西偏偏把 L 君派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对我还特地借了他还不起的金额。我本来还打算把阿尔君本人当做抵押品收回来的，明明就差最后一步了，成为我的丈夫。那样的话，我就把你的债务一笔勾销，就差一点了，就能得到阿尔君的一切了。所以我才说了嘛，别磨磨蹭蹭的，赶紧求婚啊！说这话的是奈利，艾德的骑士兼青梅竹马，种族蒙人。别说蠢话了，想要那点小钱就把阿尔君赎走，我怎么可能做出这么失礼的事？我要堆出能买下一整个国家的巨款，然后我跟他说，这就是你的价值，这样才合乎礼节吧？你就不能正常的追求他吗？不行啊！像我这种既不会剑术，也没有武力，只是靠家里有钱的软弱女子，阿尔君肯定也不会开心的吧？所以我只能靠我唯一的武器——金钱了。好麻烦。奈利无奈地叹了口气，你就正常的去帮他，趁机卖个人情不就好了吗？艾德觉得奈利说的对，就算是阿尔君，这次应该也不会那么顺利吧？毕竟那是连续3任代官都战士的修罗领地啊，却偏偏不值得派驻大军。正因如此，至今都被弃之不顾。但要是成为我心爱的阿尔君的护任地，那可就另说了。听完奈利提醒艾德，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我不建议派遣大规模援军。若向该地投入大量兵力，补给绝对会跟不上的，到时居民都将面临饥荒。说的是呢。艾德想了想，突然想到了个好主意，送一龙给阿尔君吧。奈利有些意外，哎呀，以祖上而言，真是提出了个精妙的方案呢。只是几计的话，应该能搞定。听到能行，麦德立马表示去准备，当然一定要悄悄进行，别让安娜公爵发现。主上，您该不会再想我要骑上翼龙去见阿尔大人这种事吧？见被奈利看穿的小心思，麦德干脆也不装了。是又怎么样？拦我也没用，我绝对要去。赖妮一脸宠溺地看着艾德，心想真是的，爱情真会让人忙碌呢。转身到男女颠倒的世界，成为唯一男性骑士的我，不断遭到轻浮女的纠缠。启程当日，阿尔心想，人数果然变得相当多呢。那当然了，从王都到里斯本，
徒步要1个月，根本指望不上王都的资源。如果出了什么事，都只能自己解决。考虑到王族的威胁，这点人走说不定还嫌少呢。以索尼娅为首的名下独立游击小队的24名骑士，他们是成为我的左膀右臂，能为我行动的强者。我虽然是转生者，但并没有所谓的外挂能力，无论做什么事，他们的协助是必须的。他们全都是骑士阶级出身，这次每人都会带1到2名随从，再加上艾德紧急为我准备的女王军第1炮兵向导大队所属的1门轻型山炮及其操作人员，甚至连大炮都一并为我备齐了，真的非常感谢。同行的不只有军人，还有断叶师、筑物师、炼金术士这类技术人员。你有负责维护火枪、大炮等新兵器的人手，毕竟里斯本是边境之地，我可不觉得那里有足够的火枪工坊和火药工厂啊。最终人数已接近150人了，人员和物资皆无短缺。知道了，真是的，我这儿子也太可怜了，连这么好的酒都不能喝。这位是我在现世的母亲，虽然只是个不上战场的普通人，却是个当过骑士、爱喝酒的女中豪杰。想到这，阿尔表示谢谢您的伴手礼。母亲笑着提醒道，抵达里斯本之前可别都喝光了。那是当然的啦。阿尔回头一看，是他的父亲。我知道你喜欢喝酒，可你是个男孩子啊，我真担心你喝得烂醉，在路上睡过去了。你啊，我一不在你身边，就变得越来越懒散了。听着父亲看似责备，实则关心的话，阿尔自责的心想，真的非常抱歉。在这个世界的男人们都该端庄文雅，学习贵族公子礼仪时，我却挥剑舞枪，痛饮美酒，简直是个无可救药的纨绔子弟。因为带着前世的记忆，我难以适应这个世界的男子气概，什么都反着来，我真是个问题儿童吧。等所有人员向家人道别后，阿尔及其众人开始宣布，里斯本位于加利亚王国边境之地，一旦前往便难以轻易归来，若有不慎，恐此生再无机会踏入王都。那里还有蛮族，或许还会被嘲笑是蓝骑士的小队。即便如此，你们也愿意跟随我吗？阿尔话音刚落，一道声音响起，您说这么见外的话干嘛？事到如今了，我们怎么可能让我们的王子殿下一个人去那种野蛮人居住的地方啊？而且这是夺取阿尔大人纯洁的大好机会。喂，不许偷好！看着打闹嬉笑的部下，阿尔内心欣慰地笑了。我真是有群好部下啊，谢谢你们！阿尔大手一挥，宣布，各位苏女们，今天正是出发的好日子，擦干眼泪向前看。从现在起，我们阿尔贝尔骑兵小队向你斯本进发，全军出击。特意召你前来不为别的，就是你提议的那个蓝骑士的事。安娜公爵把有功绩的军人、宰相的心爱之人流放到偏远之地，也太过分了。对你这种保守派的人来说，蓝骑士什么的根本不会被认可吧？不，陛下，将那个男人流放到偏远之地，这绝非出于我个人的好恶。说到底，我并不讨厌那个男人，但我就是不喜欢他。女王疑惑地问安娜公爵，那又是为何？因为会造成国库的浪费。不然丹青身为军人确实很有能力，可他未免过分迷信火药兵器了。火枪不如长弓，大炮不过是攻击魔法的低配替代品，如果是他个人喜好使用倒也罢了，可妄图向女王军推销推广，这就不妥了。固然丹青主张大力扩充那些即便全速踩踏也毫无影响的兵种，说到底他还是个不懂战争的男人，只是因为惧怕火药的轰鸣才高估了其威力。陛下，您这种看法是错的。什么？见女王似乎生气了，安娜公爵赶紧解释，诚然以往的火器确实可以由工兵或魔法兵替代，但布朗担心所改良并打算引进的重型火器已然与以往的武器有着天壤之别。我让技术人员鉴定了秘密到手的新型火器，其威力实在惊人，稍后我会让人呈上报告书。我建议您务必仔细审阅每一处细节。安娜公爵一番话说下来，让你玩更听不懂了。既然你如此看重布朗丹青，何不干脆将他拉拢过来？速男从命，我可不想让那种男人加入我们家族。见安娜公爵情绪激动，女王不解地问他，你为何如此抗拒那个男人？那是因为我畏惧那个男人，阿尔布朗丹。女王沉默了片刻，接着面带严肃地询问安娜公爵，在这个国家中，你拥有仅次于我的强大权势，为何会畏惧区区一名法医骑士？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男人的出战，第14次伊里涅斯战争，那已是不知第几次前往伊里涅斯公国的救援，一场为守护我等新岛教的圣战。遗忘的托尔基亚王国当时正忙于镇压国内叛乱，分身乏术。前来救援的我们本以为至多在国境地带对峙，
象征性的小规模交锋便会结束，这是连老朽都能轻松应付的轻松战事。可谁知道，激进派的新皇帝镇压完国内叛乱后，突然派出5万大军压境，而我方手头兵力仅有区600，且其中大半都是为了积累实战经验带来的新兵，当地同盟军的人数也没有那么多。面对这场突发的恶战，所有人都慌了。可在这种状况下，只有布朗丹青镇定自若。不，他甚至如鱼得水。布朗丹青身为男子，难道是无法想象战场的恐怖吗？安娜公爵直接否定了女王的说法。不是的，那时候只有常年浸染战火的老兵才会有的沉稳姿态。你也清楚，战场是疯狂横行之地，能天生适应这种环境的人，绝不可能心智正常。这种人绝对不能留在和平的国度，所以才把他调到远荒。正似如此，那个男人热爱战争，也被战争所眷顾。为了不让这座美丽的花都化为火海，我别无选择。女王赞同了安娜公爵说的话，确实，要是让我孙女与他产生共鸣，后果不堪设想。没错，那才是我最担心的事态。弗朗塞特王子殿下虽然天资聪颖，可终究年轻，未必不会被激进又新奇的主张蛊惑。你说的对，虽然有副宰相，但阿尔布朗丹青就让他一辈子待在那片蛮荒之地吧，这样最为妥当。米斯本是遍布蛮族的险恶之地，可对那种战争狂而言，或许反而是令他雀跃的热土。如果他能在与精灵的交战中战死沙场，想来也算得偿所愿了。转生到男女颠倒的世界，成为唯一男性骑士的我，被各种轻浮女给盯上了。离开王都已有1个月了。阿尔一行人已然快到里斯本了，看着眼前满眼的破绿色，阿尔心中忍不住抱怨，虽然能看到零星散布的田地和村落，但这就是文明世界的最边缘了吧。可恶的安娜公爵居然把我贬到这种鬼地方，这一路走来也够辛苦的了。在这个世界里，国王并非绝对的存在，而是授予优秀统治者的称号。正因如此，温室的威望无法遍及地方，所以就算高举王室的旗帜，还是遭到了强盗袭击。随着远离王都，这一点会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究竟里斯本的民众和地方豪强们会愿意听我们的话吗？见阿尔莫名其妙地笑了，身后的2个女骑士竟然开始大声蛐蛐他，是想到蛮族的事，所以兴奋起来了吧？阿尔大人的坏毛病又犯了，真不愧是王国首屈一指的战争狂啊！我有听到哦，乔治和丹尼以侮辱长官罪罚你们做俯卧撑200次。见阿尔是认真的，2人当场哭了出来。在三角雇佣的红娘向导见状表示，大家感情真好。阿尔不好意思地解释，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教练所训练出来的同期伙伴，说是青梅竹马也不为过的交情。不过毕竟我们是军人，在明面上不尊敬长官的话，军纪会乱掉的。这时啊，想起一件事，立马询问胡娘，在里斯本这片地方能猎到什么东西呢？其实我的爱好是狩猎来着。闻言，胡娘惊呼：“在都市的男性也会打猎吗？”这时，丹尼忍不住出言反对：“王都的绅士们可都是温文尔雅的美男子，除了我们阿尔大人以外，哪可能还有那种扛着猎枪追着熊啊、野猪啊到处跑的贵族少爷？”丹尼的话直戳阿尔的心窝，他生气地再次表示：“但你犯侮辱长官罪，待我还你做300个俯卧撑。”这段小插曲过后，胡良尴尬地表示：“在里斯本能捕获的猎物中，我们主要捕获鸟类。”因为里斯本几乎没有鹿和狼等大型生物栖息，在森林里也就能看到老鼠和松鼠，河里也看不到比小指更大的鱼。里斯本是片贫瘠的土地，别说小麦了，就连黑麦都没法种植。阿尔疑惑地询问：“连黑麦都种不出来吗？那你们平时都吃什么？”姑娘回忆是燕麦，做成粥、毛烤饼或饼干之类的。心想燕麦就是燕麦片的原料。因为我是转生者，所以并不讨厌。但在加雷亚王国，大家普遍认为这是家畜的饲料，就连平民都不吃，竟然把这种谷物当作主食。看来里斯本的粮食状况异常严峻。这时，丹尼指着前方的河，兴奋地表示：“大人，今天就在这里扎营吧。”阿尔觉得大家也都想洗个澡，于是就同意了。索尼娅让阿尔洗澡，再稍等片刻，自己把这些行李放好就来护卫。阿尔觉得索尼娅真是温柔啊，可索尼娅心里想的却是一定要偷看阿尔大人换衣服。这时阿尔觉得太热了，就在他要去躲到阴凉处时，突然撞到了谁。定睛一看，阿尔害羞的心想：为什么丹尼会在这里？他刚才不还在游泳吗？冷静点，身为绅士，不该为这种事如此慌乱。丹尼，抱歉，能请你让开吗？看着阿尔这害羞的样子，丹尼兴奋地抱住他，表示：我来确认你有没有受伤，有没有哪里撞到了。这里会痛吗？阿尔急忙大喊：别这样！眼见阿尔即将失去清白，索尼娅及时出现，她一把抓住丹尼的头，语气冰冷地表示：现在要开始进行审讯了，阿尔大人不可以偷看。镜头一转，索尼娅强大的压迫感
把丹尼吓得崩溃大哭，连连道歉，表示至少留我一条命，我什么都愿意做。这样的话，阿尔大人的身体怎么样了？全部都报告上来。隔天，阿尔一起继续走了一段路后，终于看到了被圆形围墙环绕的村庄，那就是里斯本唯一的都市。我的任职地卡尔雷拉市。阿尔心想自己会得到怎样的迎接呢？随着城门被缓缓拉起，阿尔带着车队依次驶入。他发现有居民在注视他，不过阿尔觉得挺正常的，毕竟男性骑士挺少见的。这时前方传来一道声音：呀呀呀，让你们久等了。前代光辉克前来迎接阿尔，他热情地表示久仰阿尔的大名和传闻。阿尔心想，传闻该不会是为了升官出卖身体的男骑士吧？不过菲克话锋一转，搂着阿尔玩味地表示，我也听说过那些不好的传闻哦，但是像这样和你真见面了后，我明白那些传闻都是瞎编的。这时索尼娅挡在阿尔面前，提醒菲克交接工作还没有完成。确实是这样，我姑且还是代官，不过来了个看起来很优秀的后任，我很高兴啊，赶紧去办交接仪式吧。对于黑客的行为，阿尔和索尼娅都觉得很可疑。索尼娅询问阿尔要消灭他吗？阿尔觉得突然动武太危险了，确实能感觉到他不对劲，但不知道他的真实意图，除非发生直接冲突，否则别用粗暴的手段。之后阿尔顺利办理了代官交接的各类手续，正式成为了此地的代官，还举办了一场小型酒宴当作欢迎会，品尝了许久没吃到的大餐。这时阿尔察觉到居民的奇怪视线，可在菲克过来劝酒时，他们就把头扭到另一边。阿尔心中猜测，难道说前代官和居民的关系不太好吗？之后所有人都喝醉了，唯独菲克悄悄来到阿尔的房间，从抽屉里带走了什么。直到第二天，索尼娅报告阿尔菲克消失了，他们这才发现文件和财产全都被带走了。转生到男女颠倒的世界，成为唯一男性骑士的我，被各种轻浮女给盯上了。一大早，阿尔向众人宣布，前代官及其党羽们有30人以上消失了。对此，索尼娅猜测是在他们抵达代官所之前就逃走了，懊悔没有派人监视。对此，阿尔表示没办法，毕竟表面上我们是同伴。阿尔再次向后勤士官罗莎莉确认，是真的连人带家财都消失不见了吗？正如您所说，金库中连一枚铜币都没有留下，账簿和资料也处理得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没留下，手法太利落了，这毫无疑问是提前精心准备好的犯罪。阿尔询问众人的看法，情况我已经了解了，问题在于动机，连夜潜逃就算了，带走国家的钱可是重罪。索尼娅表情严肃地开口，说到底，里斯本的赴任本身就是安娜公爵在背后操纵，这场纠纷果然也是那个老太婆在背后搞鬼吧。阿尔表示确实，以他的地位要做到这种事很容易。这时丹尼却提出不同的看法，说不定是意外的无聊理由，比如因为欠债走投无路，趁着代官交接的混乱连夜跑路了。欠债吗？或许是吧。话说回来，丹尼，你欠的钱什么时候还？你不会也想连夜跑路吧？丹尼重重拍在桌子上，别说傻话了，别看我这样，我对法律很熟悉，我知道合法赖账的方法。忍不住吐槽，别滥用个人破产制度啊。丹尼举起3根手指表示，我3倍还你怎么样？不过我现在手头有点缺本金，要是能借我一点本金的话。先别管这个笨蛋，索尼娅开始分析，如果只是单纯的贪污，改一下账簿多少能糊弄过去，或者给继任的阿尔大人一笔封口费，你是一种手段吗？阿尔想了想，觉得他们可能是换下了，靠这些小把戏根本糊弄不过去的恶行。虽然只是我的想象，但说不定前代官已经和敌国私通了，这样一来也能猜到他逃往何处了。索尼娅的话让阿尔瞬间想到，是神圣帝国吗？神圣帝国是与我们加雷亚王国接壤的大国，两国历史上关系恶劣，多次发生冲突。这个里斯本也与神圣帝国接壤，虽然现在还因为没有利用价值被弃置，但很可能因某个契机成为点燃两国战火的火药桶。虽然只是推论，但众人都觉得这样就说得通了，当即请求阿尔下达追击命令，可阿尔却当场拒绝了。他表示，如果花时间在搜捕上，行政功能将陷入瘫痪，会给市政带来巨大影响。自己作为代官来到这里，首先要专注于作为代官的本职工作。对此，索尼娅表示，我明白了，但坏事往往接踵而至。如果前代官的事和神圣帝国有关，他很可能会趁机插手进来。为了应对状况进一步恶化，我建议应该提前做好准备。阿尔觉得索尼娅说得很对，表示我们去请求当地有权有势的人物协助。于是在安排好基本事务后，阿尔立刻请来当地居民商量今后的事。面对当地居民的强烈不满，阿尔心想，早就听说卡雷拉斯的自治组织很叛逆，但没想到这么严重，大概也因为我是个男人吧。索尼娅向阿尔提议，抓几个人杀鸡儆猴吧，只要您一声令下，我立刻就去执行。对此阿尔拒绝了，可下一刻
他举起众生平等器，只听砰的一声，旁边立刻安静了。见状，阿尔表示失礼了，但事态已经刻不容缓，不容浪费时间了。正如你们所说，这座城市的秩序正遭到破坏，趁乱作恶的暴徒们正在骚动，或许会前来掠夺。而且北方山脉的另一边，神圣帝国，没错，如果对天性狩猎的他们露出破绽，结果会如何不必想象了吧？这时卡雷拉斯的议员雅万出声打断了阿尔，他表示在野党与神圣帝国固然棘手，但眼下更大的问题是那些精灵。阿尔回应，我倒是听说过不少传闻，但他们真的有那么棘手吗？听阿尔似乎不信，当地居民激动地反驳，不只是棘手那么简单，他们凶残、狡猾而且精悍。所谓的恶鬼罗刹就是指精灵。阿尔表示，从你们的说辞来看，之前的代官们在对抗精灵的战事中似乎完全派不上用场。野半回应，没错，前几任代官都因轻视精灵，结果落得各被枭首示众的下场。上一任代官在居民袭击城市时，甚至躲在代官所里瑟瑟发抖，大概是觉得不上战场就不会死。闻言，阿尔面露不屑，大骂真是超级亏物，给我去工作啊！阿尔夸赞当地居民靠自己守护城市真是出色，却发现对方移开了视线，心想看来有鬼啊！如果卡雷拉斯的防卫顺利进行的话，四议员们应该会更得意的炫耀才对，但看起来又不像。试探一下吧，阿尔开口询问。那么这个城市最大的势力是哪一家？该不会是精灵吧？这可不行，作为向女王陛下宣誓效忠的骑士，我不能对这种状况坐视不管。阿尔话音刚落，马尾居民立马急了，不小心说漏嘴，用死物和男人换取和平的真相。闻言，阿尔大怒质问，诸位难道和那群精灵们进行了见不得人的交易？该不会是这样吧？我有什么办法？如果不把男人和食物献给精灵，那些家伙就会烧杀抢掠，城里会燃起大火，每天都活在随时被敌人袭击的恐惧里。汪恩火问，所以要献上活祭品吗？马尾居民还想辩解，却被埃尔举手制止。我无意侵犯这座城市的自治权，但这片土地的统治者终究是女王陛下，由我们来和精灵重新谈判。以前的代官们也说过，但全都无一例外的被杀了。多余的正义感会害死你的，何况你是男人，只是被杀还都算好的，最糟糕就是一生沦为精灵的奴隶。对于居民们的奉劝，阿尔心想，那对我来说反而是奖赏啊。不过嘴上却表示，你们认为我会输给精灵吗？阎王表示，那当然了，政治和战争是女人的工作，不是男人该插手的事。被那种傻大个保护着就得意忘形的话，还是收敛点好。我们自己团里也有比那女人力气还大的人，但也不是精灵的对手。说到底，你一个男人是怎么当上骑士的？不会是靠出卖身体讨好君主上位的吧？面对两人的羞辱，阿尔不甘示弱地表示，我队里的骑士们个个都是以一当千的精兵，杂兵再多也构不成威胁，但在这里内讧只会让敌人高兴，不如用和平的欢式分出胜负吧。我可不想被说成是副官的跟屁虫，我要求和你们1对1决斗，这次我将亲自上阵，败者需乖乖服从胜者。这个条件如何？姚曼有些意外，你这家伙骨头倒是挺硬的呀。好的，我接下你的挑战。